有些城市，就算是第一次来，也会像老友重逢一样，充满熟悉的味道。福冈就是这样的地方。这座位于九州北部的城市，是中日贸易的重要窗口，也是文化交流的汇集点。福冈有2个个性不同的概念组成：现代感十足的福冈，与保留浓厚传统气息的博多。走在这里的老街巷弄间，不只是看风景，更像是穿越时光，听见过去的低语。跟我一起用1天的时间，在福冈的老城区慢慢散步，最后开箱一下这次下榻的饭店。在晴空与细雨交错中，稀土只属于福冈的悠闲气息。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福冈老城区一日散策的第一站，先从日本最古老的筑吉神社开始。筑吉神社主祭航海安全的神明。这里的本殿是珍贵的筑吉造样式，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。屋顶低平，梁木粗犷，线条简洁有力。走进本殿，能感受到一种朴实而庄严的力量，像是大海本身的稳重。这里有一座相扑力士雕像，据说只要触碰他的手就会获得力量。在南撑道这里还有供奉航海之神惠比寿，触摸不同的部位会获得不同的好运。触碰手上的鲷鱼，象征获得财运。这里虽然位处市中心，但一早参拜人潮不多。神社静静地伫立在现代高楼之间，像是城市心脏深处的一个安静脉搏。从筑吉神社走路不到3分钟，就会到热水园。这座小巧的庭园，原是江户时代博多商人下泽三味门的别邸。穿过低矮的门框，走到右手边是瓦片与粘土夯实的围墙，这是古时寺庙、神社或豪宅才会使用的工法。这里在战后作为旅馆经营。1995年，福冈市府开发为可在池塘边散步的日式庭园，并对公众开放。
每一颗石头，每一株松树，都被安排得刚刚好，像自然生长，却又带着温柔的秩序。坐在传统书院照建成的主屋，看着带有低矮瀑布的池塘，围绕着水声潺潺。还可以坐在茶室里享用茶点，像是在烦扰的市中心偷得片刻的清闲。离开的时候，老奶奶突然叫住我，叫我参观一下没有对外开放的茶室，像是把私藏的糖果偷偷塞给孙子一样的甜蜜。虽然只是旅程中的小插曲，却是热水园中最难忘的回忆。圣福寺创建于1195年，由龙溪禅师创建。圣福寺是日本最早的禅宗寺院，也是日本禅文化的起点。这里承袭了宋朝灵济宗寺院的伽蓝配置，讲求简洁、实用与空间的庄严感。宏伟的山门是2层木造结构建筑，屋顶为入木造并附以黑瓦。位于寺院中央的佛殿，供奉高180公分的三世佛。典型的禅宗建筑，木造、圆窗、瓦顶，比例端正，装饰简洁。钟楼于1589年建造，并在1759年重建，悬挂一口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铜钟。游走在圣福寺里，有种奇妙的感受。木造的建筑线条柔和却又坚定，看似无序的庭园植栽，安静却又蕴含无限。距离圣福寺走路3分钟的距离，就是日本最古老密宗寺院之一的东常寺。东常寺由空海大师于806年创建，一走进寺门，好像就隔绝了马路上的喧闹声。本堂旁边有座鲜红的5重塔，色彩鲜明却稳重，像是在提醒旅人，信仰是如此的安定人心。来这里
一定不能错过高达 10.8 公尺的福冈大佛。巨大的佛像，慈祥的面容，淡淡的檀香，呼吸与心跳都跟着安定了下来。佛像下方有一条漆黑弯曲的隧道，一定要走一遍。绝对静默的一段路，会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义。这是我第一次到福冈，本来的印象大多是美食和购物，没想到在东长寺也能找到与京都类似的平静与启发。结田神社旁边有一条长约400公尺的商店街——川端通商店街。先在这里吃个午餐，再继续下午的行程。看到神户牛，这也算是熟悉的老朋友了，还是忍不住想要和他好好的打个招呼。这家英华铁板烧算是名店，过了吃饭的时间，还是排了半个小时才进来。油脂在嘴里化开，记忆中的美味又出现了。我觉得吃和牛一定要配米饭，这样才不会太腻。你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吗？上午还晴空万里，没想到吃完午餐后就风云变色了。楼门有个干支汇方盘，每年除夕会转动指针，象征新年的幸运方向。结田神社是博多的总祀神，俗称结田赏。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757年，地位很高，即使雨天也不减络绎不绝的参拜人潮。结田银杏是超过1000年树龄的神木，雨滴顺着树叶落下，像一场无声的祝福。神社内有座灵泉鹤之井户，据说喝了这里的泉水能够延年益寿。这里最有名的是每年7月的博多紫园三立祭，巨大的豪华山立绚丽夺目，朦胧的空气也不减这座山立的气势。雨中的结田神社有种特别的温柔，没有古老神社的威严及距离感，而是老朋友带着微笑说：“欢迎回来。”撑着伞走路1分钟，就到了博多町家文化馆。这里保留了展览、体验和贩售3栋不同目的的町家建筑，
能一窥明治时期的生活原貌。文化体验馆融合了纺织工厂和生活住宅，沉浸式的感受当年的生活痕迹。还可以坐在榻榻米上，看着窗外的细雨，仿佛听见100年前的市井烟火和生活气息。看着建筑深处隐藏的小平亭，像是听着雨滴诉说古老的故事，温柔却深入人心。本来只想来这里躲雨，没想到却闯入了悠远的世界，用最深邃的光影记录福冈的日常。走路5分钟就会到一日散策行程的最后一站博多运河城。现代感十足的建筑曲线流畅，以运河为中心建成商场。传统与现代在福冈这座城市从来不是对立的，像运河水面一样流转交融，以福冈独有的节奏为一天的行程画下句点。开箱一下这次在福冈停留的饭店 Smart Inn。 这间是王子饭店集团旗下的平价商务饭店，目前有9间分馆。饭店的定位是 Smart， 馆内当然有很多智能的服务，以此节省人力成本，让房费更平民。我之前住过乐海的分馆，里面的装潢几乎一模一样，简约的风格，旅程所需的服务却一样都没少。这家饭店最大的特色是早餐，而福冈 Smart Inn 的早餐是1楼的米汉堡，和日本大部分的饭店早餐很不一样。离博多车站走路5分钟，离运河城走路8分钟，周围还有很多餐厅，位处老城区的中心，住上1晚就能在古老中感受新生的活力。有些城市不必特意安排什么壮丽的行程，只是静静走过一座神社、一间寺庙、一条巷弄，就能感受到岁月的温柔。福冈的老城区就是这样的地方，不炫目、不张扬，却用一种低语的节奏，走出一段平静的日常。在筑吉神社的清风里祈愿，在圣福寺的光影里深呼吸，在结田神社的雨声里停下脚步。不是所有的日子都要阳光灿烂，有时候一场细雨也能教会我们静静前行。如果你也喜欢在旅程的微光里找到不同于主流的小确幸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
在每个不期而遇的瞬间，看见专属于自己的美好。장 내로도 넣고 열어시고 네